五浊恶世，地狱已空，厉鬼复苏，人间如玉。我叫杨坚，我出生在这令人绝望的灵异时代。这个世界的鬼已经出现了，那么神又在哪里？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灵异事件，掌控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但我的路终将走到尽头。灵异时代已经彻底降临，这个世界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希望。既然世间无神，那我就创造一位真正的神，一位无敌的人间之神。当灵异开始复苏，厉鬼再次出现，众生遭受苦难，世人呼喊你名字的那一刻，你将显化于世，驱鬼除恶，救人扬善。你的名字叫杨戬。校方临时通知，今天的晚自习改为安全防范知识宣传课。下面有请周正周先生为我们讲课，大家鼓掌欢迎。大家好，我叫周正，是大昌市的负责人，很高兴今天能活着站在这里给你们讲课。这种感觉，比面对那张照片的感觉还要强烈。此刻周正站在讲台上，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阴暗憔悴的气息，布满血丝的眼睛微微转动，如同两颗暗淡无光的玻璃珠一样。鬼怪传说自古以来就存在，而且不只是存在本国的历史当中，在各国的历史之中都有出现。古代的事情我们暂且不说，近些年各国灵异事件呈现爆炸式增长，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两次事件的问题了，而是在逐渐演变成全球性的大灾难。如果这种情况不得到有效控制的话，未来也许整个世界都将没有未来。这宣传讲课怎么变成了鬼故事大会了？还吹牛吹到世界要灭亡了？有关这方面的事情我不方便多说，但接下来我要说的话还请各位同学记牢，这也许在将来能救下你们的性命。鬼无法被杀死，能对付鬼的只有鬼。如果鬼无法被杀死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科技力量将毫无作用。如果将来科学家不能破解鬼，就目前而言，就只有用鬼对付鬼这一个办法了。我知道你们心中有疑问，甚至都有人觉得我是不是得了神经病，不过不重要，重要的是听我讲，并且将这些话牢牢记在脑海里，以后你们会用得上的，当然也希望你们永远用不上。杨坚，这个人在说什么？我怎么完全听不懂？我也听不太懂，不过听了这些话总觉得有些不安。难不成地球变异了，和小说中写的那样？那我会不会拥有超能力呢？既然鬼没有办法被杀死，又拥有超乎寻常的能力，那么结合这两种情况，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普通人被鬼盯上了，如何才能活下来？洞察鬼的规律，每一种事物都有其规律可以循，鬼也不例外。据研究数据表明，每一种鬼都有一种几乎固定的杀人方式和行动方式。克服恐惧，洞察鬼的规律，找到破绽，这是普通人被鬼盯上唯一能活下来的机会。记住，如果被鬼找上，除了这个办法之外，你们没有任何的办法能活命。别心存侥幸，那玩意的恐怖程度超过你们的想象。鬼无法被杀死，能对付鬼的只有鬼。洞察鬼的规律吗？同学们，接下来如果有什么疑问，或者身边发生过什么古怪事情，都可以询问我，我会为你们解答。如果没有什么要问的，那么今日的这堂安全讲课到此为止。要不要问一问他那个老人照片的情况？是论坛故事中的那个老人？不可能，他怎么在这里？好臭！苏磊，你桌子上怎么会有一坨翔？不可能，这个时候学校怎么可能出现鬼域？你知道鬼域？看来你知道的东西不少，你也是遇鬼者。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杨坚，本来打算过几天收拾你的，没想到未来发生了变化，这一切都是你这个家伙带来的。我真应该早点弄死你，要不然的话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而且未来你这家伙太可怕了，鬼神级别的人物说杀就杀，活人禁区说平就平，但是这一世，你注定会死在我手里。卧槽，方静，你这番话的信息量很大啊，又是未来，又是上一世。
难道你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不成？一定是，小说中的天命主角都是这样的，一觉醒来就回到了以前。方静，你就是传说中的主角，未来肯定要发生什么大变化，求大腿，求照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方静就是天命所归的主角，杨坚就是大反派了。未来方静一定是被杨坚搞死了，这会儿重生来报仇的。大家快点孤立杨坚，以后不要和他一起玩了。方哥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小弟为你马首是瞻。完蛋，完蛋！今天是怎么了？一个个脑子都不正常了，是我跟不上时代，还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我操，我的书怎么也变成一坨翔了？是那个敲门声，一模一样。1天前，杨坚在网上看到一篇帖子，是一名医生讲述了一具本该在医院的尸体莫名失踪，然后出现在他家门口的事件。帖子的最后只留下了一条音频，里面是一段诡异的敲门声。周正吗？报告情况。我在大昌市第7高中，紧急事件，校内出现了一只至少危险级别的鬼。已经记录，能对付吗？那鬼已经形成了鬼域，开始对我所在的位置产生影响了。外面看不见灯光，估计鬼域的范围比我想象中的要大。鬼域吗？事态升级，不是你能对付的，还请迅速撤退。这里学生很多，我要尽可能的确保他们能够活着离开。以你现在的状态，再使用鬼的力量很危险，到时候你所在的地方可能就不止1只鬼了，而是2只。我建议你撤退，即便是你拼了性命，说不定连1个人都救不了。能产生鬼域的鬼，已经可以定义为灾难级了。来不及了，那玩意就在教室门外，甚至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了。接下来我会保持通讯，如果断了，就说明我已经死了。遗书还请替我转交给我父母。就这样，我要开始行动了。谁在敲门啊？别出去！教室门外漆黑一片，浓浓的黑暗似乎能吞没任何一丝光亮。王老师走了出去，便再也没有了动静，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传来，就像是整个人已经凭空消失了一样。而且随着教室门打开，外面的黑暗如浓浓的黑雾一般，迅速地渗透了进来，不断地侵蚀教室内的空间。怎么会这样？谁来救救我们？乱叫什么？门外有1只鬼，我们怎么死都有可能。能产生鬼域的鬼有多恐怖，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周正还没有想出办法吗？再想不出来，我们都要死在这里。啰嗦！你等不及的话就自己逃去，别指望我。鬼域之中乱跑死得更快，你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吗？既然知道，你就给我闭嘴！真要死，你以为就你会死？别以为知道一些东西就觉得自己很特殊，在那玩意眼里，大家都一样。洞察鬼的规律，周正不敢轻举妄动，是因为他正在观察门外的那老人，寻找他的规律吗？可这老人到底有什么规律可循？一定会有共同点，一定会有相似的地方。当敲门鬼来临，杨坚也通过网上的一篇帖子，洞察出了敲门鬼杀人的规律。那个叫雷电法王的网友是在家里，当时他家的门是关上的，这个老人站在门外敲门，然后进来了，接着来到房门口，再次敲门，然后又进来了。这只鬼出现在走廊外，同样也在敲门，但是还没有进来。难道是敲门的时间不够？也许这就是关键。周正是敲门声。敲门声？怎么说？虽然只是猜测，但我觉得这东西是在通过敲门方式来杀人的。也许那老人是在计时，也许是别的什么，但一定和敲门有关。如果能制止那东西敲门的话，或许有用。这家伙的潜力这么快就开始显现出来了，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这学校。你们看准时机，一有机会就逃出去，我来拖住这东西。快走，趁着鬼域还没有出现，离开这里，我留在这里拖住这玩意。想活命的跟我走。不对，这鬼绝对不只是危险级别。该死，那个周正到极限了吗？不会鬼域又出现了吧？那个老人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鬼？真的可怕。方静，怎么了？为什么不走了？还走个屁！从5楼到这里，你们难道没有数自己走了多少层楼梯吗？都在逃命，哪里还会算这个？
我刚算了下，我们已经往下跑了10来层了。这教学楼没有地下室啊！鬼打墙，一定是鬼打墙。那现在怎么办？走还是不走？杨坚，你这家伙没死吧？方静，我好像并没有得罪过你。既然没有死，那就带路。如果是你的话，你一定能活着离开这里。以你的潜力，应该不会死在这鬼地方。你知道的比我多，你都走不出去，我能有什么办法？你一定知道什么？你他娘的到底说不说？此时的方静已经感到深深的绝望，只能无比期望地看向杨坚。如果杨坚真的能成长到未来那个高度的话，绝对不可能死在这里。普通人接触到鬼域还有厉鬼，早就被吓得六神无主了，哪里能像他这样冷静？你问我也没用，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我有办法出去的话，我也不会待在这里。靠，忘了这小子也是个没经历过灵异事件的新人，转了一圈还在2楼，这下是真的完蛋了。你们看那门后面好像有一个人影。谁在里面？不好，是另外一只鬼。杨坚，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去死吧。方静，你想害死我？你不死，我这辈子不能安心。真以为我之前只是随便说说吗？还不快来帮忙！必须把他推进去，拖住厕所的这只鬼，不然那只鬼出来，你们全要完蛋。想活命就得牺牲一个人。杨坚，给我进去！这次你死定了，下辈子记得学聪明一点。你们这群人渣，同学一场居然想害死我！既然如此，那你们也别想好过。不要，放开我！杨坚，你放开我！求求你，我不想死啊！你别抓我！方静，你别得意，如果我死了能变成鬼的话，一定不会放过你。杨坚，你总算是完蛋了。方静，你害死了杨坚他们！闭嘴！没有我，刚才那只鬼走出来都要死，还愣在这里做什么？想活命的跟我走，他们3个人可拖不了太久。出去，得赶快离开这里。难道要死在这里了吗？算了，反正要死了，死之前给家人打个电话，留个遗言也好。等等，如果那个老人真的是通过敲门声来杀人的话，那么这个声音对鬼应该也有用。周正说过，能对付鬼的只有鬼。刚才简直就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个来回，不能在这地方待下去了，必须尽快离开这里。谁？是我，杨坚。杨坚，你没死。你和那方静一样，很希望我死吗？你为什么要拖我进来？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我？无冤无仇，你们不也想要害死我吗？你们之前做的好事，现在倒怪起我来了。我不想死，我就想活下去。是方静让我这么做的，不这么做大家都要死，死你一个总好过死所有人吧。哈哈，所以我就应该是被牺牲的那个。可笑，你这么伟大，为什么自己不主动牺牲？救我，杨坚，救我！你不值得我救。这只鬼居然还在这里徘徊。方静之前说过，用人可以暂时拖住鬼。眼下段鹏被鬼抓走了，那么距离下一次鬼的出现，必定有一段时间间隔。要是分析没错的话，在下次鬼攻击之前是安全的，只能这样祈祷了。杨坚，你去哪？带我一起。你自己想办法吧，别跟着我。难道你还指望我带你离开这里不成？要知道，我来到这鬼地方可都是你们害的。杨坚，你在哪？你出来啊！我之前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我给你道歉。段鹏，是你吗？该死的，鬼域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个周正之前讲课的时候也不说一说。滴水声，有水龙头滴水的声音，那么就意味着厕所门就在附近，只要找到那扇门，就能离开这鬼地方了。可恶，手机快没电了，绝对不可能是那郑飞和段鹏。可恶，难不成那东西在等我手机的电量耗尽不成？真是这样的话，死在这只鬼手中是迟早的事。
低于5%电量的话，随时都有可能关机。如果我不想死在这里的话，只有在手机电量耗尽之前跑出这鬼地方，不然，该死！那是眼前的黑暗之中，一缕微弱的红色光芒出现，显得尤为清晰，仿佛黑夜之中的一缕火星。虽然微弱，但格外显眼。杨坚心中狂喜，仿佛再次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该死的，要死在这里了吗？在手机关机的那一刻，身后的鬼便向杨坚袭来。此时的杨坚已经能感觉到那冰冷的手指触碰在自己脖子上，如冰块一样的寒冷瞬间传遍全身，淡淡的尸臭味弥漫在鼻尖，已经无路可退。黑暗中的那缕红光越发显眼了。刚才那是怎么回事？那只鬼为什么放弃了追杀我了？先不管了，既然那东西没有追过来，那就说明我现在没事。不管怎么样，还是先尽快离开这里再说。这是什么？啊，不对，这不是灯泡。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是在哪？这是什么东西？这里很诡异，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得赶快离开这里。原来这扇门离我这么近。那只鬼好像不见了，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吧。是你，你怎么会从教室里走出来？周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之前我被一只鬼抓进了厕所，推开门就回到了这里。是吗？这是鬼域的原因，不过一个鬼域只会有一只厉鬼，你遇到的应该是鬼奴。鬼奴是什么？在鬼域之中被厉鬼杀死的人就会成为鬼奴，虽然没有厉鬼那么恐怖，但对你们这些普通人威胁依然很大。这鬼域才产生多久，连鬼奴都出现了，你能活着走出来真是命大。你出现在这里正好，这是特制的卫星手机，你拿着赶紧走吧。如果你能走出这鬼地方的话，事后会有人联系你的，你将这里的情况告诉与你接头的人就行了。那你呢？我刚才拖住那个老人的时候，用了太多厉鬼的力量，这玩意马上就要复苏了。这是什么？鬼婴，档案是这样命名的，一开始才拇指大小，我用一次厉鬼的力量，它就成长1分，就算是不用，它也会慢慢生长。我肚子里一切都被它给吃干净了。能驾驭厉鬼之力的人会被称为御鬼者，但同样鬼也会逐渐的吞噬人。像我这种不人不鬼的存在，活着本来就是一种折磨，死反而是一种解脱。御鬼者，难道我也会变成了周正这样？抱歉，让你们失望了。那个老人级别太高，我不是对手，没能带你们走出去，接下来只能靠你们自己了。既然你早知道会这样，为什么一开始要留下？你之前要离开的话，应该可以安全离开，没必要留下来陪我们这些人一起死。我是一位御鬼者，能对付鬼的只有我们这类人。我们要是贪生怕死，这个世界早就完了。我从事这份工作不光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也是为了家人，为了自己。小心那个叫方静的学生，他有很大的古怪，你最好离他远一点。还有他说的什么未来之类鬼话，根本不可能有人能从未来回到现在。研究所做过此类实验。快走，这鬼婴马上出来了，到时候2只鬼，你们更难走出去了。爸妈，对不起。太好了，没有迷路。不对，不是鬼域消失了，而是我能看破这一切了。难道这就是御鬼者的能力？也不知道这鬼眼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就算会被这只眼睛杀死，那也是以后的事。当务之急还是先离开这里。张伟，我们已经走了半个小时了，还走不出去，会不会一辈子都被困在这里？放心，怎么会一辈子走不出去呢？相信我，过几天我们就要饿死在这里，根本就用不了一辈子。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种风凉话？水在那。别紧张，是我杨坚。站住！你别过来！你说你是杨坚，你能证明吗？万一你是鬼变的呢？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能不这么啰嗦吗？这里很危险，我带你们出去。
等等，如果你真是杨坚的话，那我问你，我的英文名叫什么？只能回答一次，回答错了你就不是人。你干嘛？看来真的是你，不是鬼，吓我一跳。还好我学会了对暗号。都手牵手，跟着我，别走散，我带你们离开教学楼。你手上怎么这么多汗？汗？我手上怎么会是汗？这分明是尿，好不好？童子尿，驱邪用的，就在刚才没多久窝的，还热乎着呢，你再好好感受一下。靠，你也太恶心了，别和我牵手了，滚一边去。不要这样，一点尿而已，大不了出去之后让你尿回来。杨坚，你真的有办法离开这里？我大概摸清楚了一点鬼域，离开这里应该不是难事。等等，前面有情况。同学死了，既然死了，为什么还能动？难道他也要变成厉鬼了吗？方静不在这里，看来这些人是被方静抛弃了，又故技重施，他是想用这些人的命拖住那只厉鬼。快走，是鬼婴，那东西追过来了。说来就来啊，上吊也要给人喘口气啊。是这东西救了我吗？这只眼睛也是一只鬼，它在不断刺激之下渐渐复苏，一旦达到某种极限，我就会被这只鬼给杀死，像周正那样。这就是所谓的遇鬼者，人驾驭恶鬼的力量，也在被恶鬼吞噬。这算什么？得到恶鬼力量的代价还是生命倒计时。王珊珊，你怎么样了？该死的，这鬼婴袭击不了我，转而袭击其他人了吗？怎么办？这只眼睛只能看破鬼域之中的黑暗而已，自保都只是下意识的举措，根本没有手段对付这鬼婴。走，救我！如果现在离开，那我和方静有什么区别？拿同学的性命拖住厉鬼，只为自己活命。而且现在我应该也算是遇鬼者了，拥有厉鬼的力量，救人未必会死。他妈的！该死的，又是这种感觉。怎么一下子长出这么多？杨坚，你怎么样了？你没事吧？我没事，果然好人不好做。为了救你，险些把自己给搭进去，到底还是学不来方静那样的心狠。被那东西咬一口，仿佛整个人都要被吃掉。这就是周正肚子里那只鬼婴的力量吗？真是可怕，而且那玩意似乎还在成长。这眼睛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了。对不起，是我拖累了你。没关系，救你是我个人的选择，我只是不想变成方静那种为活命不择手段的人。别愣在这里了，快跟我走，要是那东西再来的话，我们全要死在这里了。我浑身没有力气，走不动了。鬼婴留下的手印，我背你走。当众人逃出教学楼后，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这里到处都是鬼，我们死定了！等等，杨坚怎么也不见了？杨坚该不会为了救我们英勇牺牲了吧？我不会忘记他的，以后逢年过节我会给他烧纸。如果他家办丧事，我会多捐些钱，让他走得风光一点。毕竟他生前也是个体面人。苗小善同学，你也别太难过，人死不能复生。兄弟们，你们先在这休息一会儿，我回去看看杨坚那家伙死透没。如果真死了，我们再商量着怎么逃跑啊。张伟，就冲着你这话，咱俩就是塑料友谊。下次要是再遇到鬼，你记得跑快点，我肯定不会救你。杨坚，你没事，真是太好了。运气好，捡回一条命。等等，不对劲，刚才那种情况，你和王珊珊是怎么逃出来的？当然是一拳打飞那个熊孩子，教育他出门别乱摸小姐姐，不然你以为我怎么出来的？兄弟，武松打虎我信，你敢打鬼？你可拉倒吧！我严重怀疑你是鬼变的，打算混入我们当中逐个击破。恐怖片里都是这么演的。又来这套，你脑子就不能正常一点吗？真遇到鬼你早就嗝屁了，还能站在这叭叭？现在凌晨4点了，刚才分明才8点半啊，怎么过去这么久了？周围好安静，平常这个点学校外面都是汽车声，
现在怎么连一点声音都没有？阳间这是怎么回事？还能怎么回事？我们一直身处于鬼域之中，至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鬼域的范围。不只是教学楼，连操场也在鬼域范围之中，而且这个范围还有可能会更大，甚至会移动。我们现在就像是笼中之鸟，笼子在移动，里面的鸟只能被迫跟着移动。只是这种动静我们察觉不到。那现在怎么办？刚才真是太恐怖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刚才那种事情了。看来想要离开这里，得继续使用厉鬼的力量了。但厉鬼的力量用一次，身体中的厉鬼就会复苏1分，自身也就离死不远了。不过在那之前，有一件事要搞清楚，顺便了结一场恩怨，不然我死了也不甘心。你们谁有方静的电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她应该和我们一样，还被困在这里。杨坚猜的没错，方静的确没有离开这学校，她也迷失了方向。虽然依靠周正的帮忙逃出了那让人恐惧的教学楼，但却依然被困在了这里。该死的，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个老鬼一直在跟着我？那玩意不是应该去找杨坚的吗？一定是杨坚死了，他死了，所以这老鬼改变了目标。可我不是杨坚，我怎么从这老鬼的手中活下来？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和杨坚虚伪一番，让他冲杀在最前面，我躲在后面苟着就好了。我还是太心急了，忘记了这个时候，那个老人才是最恐怖的存在。方静，是我，杨坚。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你到底是人是鬼？托你的福，我还没死。你现在打电话给我做什么？你想活命吗？想活着离开学校吗？你有办法？我成为了遇鬼者，你说我有没有办法？太好了，你快救我出去！之前的事情我也不是故意的，大家同学一场，有什么误会化解不开，只要你带我离开这里，你想怎么样都行。呵呵，别说那些没用的，想让我带你出去，除非能让我满意，否则你就准备好困死在这里吧。那你想怎样？之前在教室里的时候，你关于未来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对，没错，我身上有未来的信息，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一切事情。你带我离开这里，我就将未来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你。你成为了遇鬼者是活不了多久的，我有能让你活下去的方法，不但能让你使用恶鬼的力量，还可以不用担心身体会被恶鬼占据。这是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出来的方法，目前还处于保密实验阶段，3个月之后才会传播开来。你得到我的信息，可以快别的遇鬼者一步，以后的成就会更高。你骗我，我遇到了周正，他告诉我没有人可以从未来过来。我没有未来的记忆，我所知道的未来都是来自一张羊皮纸，那是未来的我通过某种方法送过来的，信息记录在那羊皮纸上。杨坚，快救我！我死了你就什么消息都得不到了。记载未来信息的羊皮纸，人不能从未来回到现在，东西却不一定。我要那张羊皮纸。不，那东西不能给你，那是我的。你没有选择，身后那东西离你很近了，你如果死了，知道未来又能怎样？给你，我给你。不过杨坚，东西我可以给你，但我怎么相信你有能力救我？身后跟着你的那只鬼，我可以教你摆脱它，不过机会只有一次。如果到时候你继续耍心机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这场交易。好，那你要我怎么做？往右边走。有用，这个杨坚真的有能力救我。东西交出来。我现在给你，万一你不救我怎么办？你带我离开这里，只要离开学校，东西我立马给你。这么说来，交易失败，那你自求多福吧。那东西又追上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没有杨坚的帮忙，我肯定是走不出这里的。我不想死啊！有羊皮纸的帮助，我一定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人上人。怎么能就这样死在这里？不行，我不能死。羊皮纸给他吧。杨坚说的对，我要是死了，便是知道的再多也没用。未来的信息我也大致了解掌握了，羊皮纸对我的价值也没那么大了。羊皮纸我给你，只要你答应带我离开这里。把羊皮纸丢到地上，我会去拿。我已经照做了，你快帮忙，快帮忙！我不想死啊！我先教你摆脱身后的那只鬼，你往右边走。好，谢谢你。愚蠢！此时的杨坚停下了脚步，看着方静在前面的树林里，像是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乱转，还又惊又喜的样子，不禁觉得可笑。跟在方静身后的脚步声根本就不是鬼，而是杨坚。这就是记载未来信息的羊皮纸。
这不是羊皮纸，是人皮。我叫方静，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死了。小心你的同班同学杨坚，未来的他很可怕，我是被他杀死的，所以你必须提前杀死杨坚，不然未来的你一定会死在他手上。记住，杀坚。好。我叫杨坚，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死了。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这绝对不是记载未来信息的羊皮纸，上面的话绝对不能相信，这东西不能要。千万别丢，我能帮你，没有我你会死，会死。这羊皮纸透露着一种诡异，留下肯定不会是一件好事，但我现在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兴许这张羊皮纸真的能透露出一些重要的消息，就算情况再糟糕，大不了就是死而已，总好过厉鬼复苏。而且我若是小心防范一些，或许情况也不会太糟糕。杨坚，东西我已经给你了，快告诉我怎么离开这里。或许可以用方镜做一个实验，我不会主动带你离开这里，但可以教你一个方法。我发你一个网址，里面有一个叫雷电法王的人所发的帖子。我找到了，打开，翻到最后，看到下面那个音频文件没有？点开它，那是你离开这里的机会。哦，杨坚，你骗我，里面只是断敲门声。该死的，那个老人果然是来找我的，因为我听过了那敲门声。喂，杨坚，你说话。对不起，我骗了你。你骗了我什么？之前出现在教室外敲门的那个老人，可能是我引来的，而以那个老人出现的条件，我觉得是和一个音频文件有关。什么音频文件？就是你刚才听过的那个敲门声。杨坚，杨坚，对不起，你教我的，做人不能太天真。现在当务之急是离开鬼域，远离这个老人，再被他逮住的话，只怕是必死无疑。杨坚，你跑去哪了？方静找到了没有？虽然打通了方静的电话，但是不出所料的话，他应该是撞到鬼了。而且在那边，我看到了之前在教室门口敲门的老人。现在当务之急是离开这里，继续待下去的话，我们可能都会死在这里。我们现在就剩13个人了，早知道今天我就应该请假。上什么学？别人上学是要钱，我们上学是要命。跟我走，看看能不能离开这里。外面怎么回事？怎么一个人都没有？我出去看看。没用的，靠走是走不出去的，不用白费力气了。我们要困死在这里了吗？我不想死啊！杨坚，你想想办法，你救救我们好不好？我不想再遇到鬼了。你们之前试过打电话求救吗？我之前试了，打得通，但是什么？没有声音，电话那头什么声音都没有，而且还被接通了。我不敢再打了。这里已经在闹鬼了，再加上这么怪异的事情，的确不能继续打电话求救了。不过在教室的时候，电话还能接通，这种情况是出了教室后没多久出现的。之前张伟打过电话叫救护车。对，没错。出了教室没多久，算时间应该是鬼域再次出现的时候，是吗？我试试别的电话。这是雷电法王留在论坛里的电话。杨坚想知道那个雷电法王到底有没有出事。手机并没有出现信号断绝的情况，相反顺利的拨通了。然而情况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雷电法王的手机怎么在学校里？该死的！杨坚，怎么回事？你别吓我啊！你这样搞得我心里很慌，拜托你笑一笑，好让我有点信心。果然，这是一个陷阱，一个非常可怕的陷阱。他娘的，全是一个来电显示138这么牛，一口气拨通10几个电话。别接，我这不是138的号，显示的是王老师。钱万豪，你他妈的是疯了还是脑子抽了？都说了别接电话，紧张什么？我这是王老师的电话，说不定王老师是来救我们的。快挂掉！钱万豪，你这个傻逼，你自己想死就去死，别害死我们啊！之前教室外那个老人是你亲爷爷吗？你这么爱他，你能不能去和你爷爷说说，让他放过我们？我不是故意的，那上面的显示分明是王老师打来的，如果是别人的电话，我肯定不会接的。够了，都冷静一下，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这事情也有我的不对，我应该之前提醒你们的。杨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能有什么？秦2号爷爷很快就要来找我们聊天了。陷阱，整个论坛里的故事就是一个陷阱。从之前教室里的情况来看，那个老人在敲雷电法王家第一道门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后面论坛的故事不可能是他发出来的，留下的手机号还有音频文件也都不是他做的，而会做出这样事情的只有一个东西——鬼。这是一个恶鬼散播出来的诅咒，所有听到敲门声的人都会被这老人寻上门，就像是被打了一个无形的坐标一样，现实听到敲门声会立刻死。可之前在厕所的时候，那老人并没有出现。论坛、故事、音频文件、敲门老人，还有拨打的手机。此时所有的条件在杨坚的脑海里碰撞，乱成一片。他仿佛摸清楚了其中一点规律，但却无法推算出更多的信息。等等，那张羊皮纸。杨坚，你看那边。该死的，这就来了吗？现在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就要死了？我还不想死啊！我还是个处男。杨坚，你快想想办法。我们走不出去了，是不是？6月22日凌晨5点，我们眼前再次出现了鬼域。是的，那只鬼又来了。6月22日凌晨5点半，我们所有人都死了，没有一个人活下去。我是杨坚。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已经死了。你把我们写死了？放屁！一定有办法离开这里。之前我被抓进厕所的时候，那老人并没有跟来，我想知道原因。如果你现在不告诉我的话，我就找个地方把你埋了，一辈子别想重见天日。6月21日晚上9点，我被一只鬼抓进了厕所，我没有死，那是因为厕所里有一只更加可怕的鬼，那里是另外一个鬼域，我见到了一些很恐怖的东西，只是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6月21日晚上9点半，我在厕所里迷路了，但那个老人却来到了厕所门外，他在敲门，是来找我的，不过我并没有听到。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我逃过了必死的一劫。经过了那件事情之后，我猜测鬼域是当时活下去的关键。如果我能使用鬼域的话，或许能有机会活下去。毕竟现在我也是鬼。周正说的没错，能对付鬼的就只有鬼，能走出鬼域的就只有另外一个鬼域。鬼域，是了，这个老人出现的地方诞生出了鬼域，那么现在我也是遇鬼者，为什么我就不能使用鬼域呢？必须试一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告诉我如何使用鬼域。杨坚，你在和谁说话？你看周围都变得不正常了，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我在想办法，给我一点时间。6月20日凌晨5点20分，我经过了之前的第一次失败，认为是自己身体里那只鬼复苏的程度不够的缘故。如果能多睁开几只眼睛的话，或许会有用。眼睛的数量，方法，我要方法。5点24分，我尝试着将手臂上的一只眼睛吃了下去，成功的增加了一只眼睛，拥有了6只眼睛的我，成功使用出了属于我自己的鬼域。我越来越像是一只鬼了。5点半，我没有张开鬼域，我们所有人都死了。将眼睛吃下去吗？此刻，周围的黑暗逐渐笼罩过来，在黑暗中，一个个模糊的人影缓缓靠近，所有人都被鬼给包围了。杨坚看着手臂上诡异的血红色眼睛，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当厉鬼降临，杨坚也做出了他仅有的选择。5点27分，我吞下一只眼睛之后，成功的长出了第6只眼睛。诡异的红色光芒从我身上散发出去，我能感觉到红色光芒覆盖的地方就是鬼域，属于我的鬼域。那只厉鬼也在我身体里不断的复苏，也许我很快就会被厉鬼占据，失去意识，成为一只鬼。在张开鬼域的同时，附近的其他鬼也来了，有人被鬼杀死。杨坚，你滚开！5点30分，所有人都死了，那是不可能的。5点31分，我活下来了，一共8个，我离开了学校，嘿嘿。这里是哪？好像是步行街。这就是步行街，我家就住在附近，不会认错的。我们活着离开那学校了。你们看，那边还有车辆经过，我还听到了车按喇叭的声音。杨坚，我们现在怎么办？既然大家都活下来了，那当然是各回个家，各找个妈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死了那么多人，我们就这么回去？不然你还打算怎么做？报警吗？告诉叔叔学校闹鬼，死了很多人。别天真了，那个周正就是大昌市的负责人，他死在了高校，一定会有人来调查的。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回家休息，等待配合调查就行了。杨坚说的对，这
这是不是我们能管的？能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真这回去睡觉吗？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就回去睡觉，这是不是心太大了一点？不回家，难不成你打算回学校早读？我突然好困，我得先回家睡觉了。对了，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你们，最近最好别上网，别上论坛看鬼故事，尤其是上面的音频文件，千万别点开，指不定哪个音频文件是敲门声，就和钱万豪之前手机里听到的一模一样，谁听到了，钱万豪爷爷就会去拜访谁。手机还你。我不要了，你赶紧把它丢了吧，万一那个138的号码再打过来怎么办？这可是刚上市不久的手机，你当时不是说9000多买的吗？好兄弟，事到如今我也不装了，我摊牌了。看见前面那条步行街没？我家的，回头我就叫我爸给我买个诺基亚，不，还是BB 机安全一点，这样一来那电话就打不进来了。你这么有钱，怎么不背个电台在身上？你这点子不错。你们还有谁手机不想要了？全给我吧，丢了多浪费的。这些手机你还敢要？万一再打过来怎么办？贫穷让我无所畏惧。再说了，手机不用，难道不能卖了吗？走了。带我一起走。我要回去睡觉，你要跟我一起回家睡觉？我不介意到你家借住几天。对了，杨坚救了我们，刚才都忘了向他说声谢谢。要不过2天请他撸个串。撸个串，亏你说得出口！我要请他大酒店里聚餐，再请他去酒吧唱歌，还请他去做大保健。回头我再给我爸说，在我家附近给他买套房。总之这条大腿老子抱定了，谁也别跟我抢，尤其是你苗小善同学。听说你初中开始就和杨坚是同学了，不准色诱他。张伟，你说什么呢？周正说过，类似的灵异事件已经逐渐演变成了全球性的大灾难。我们应该庆幸认识了杨坚，以后能救我们的人或许就只有他了。杨坚，以后还会遇到那种事情吗？不知道，运气好的话应该不会再遇到，毕竟地球这么大，遇到的概率应该还是比较小的。这又不是地震、洪涝那些大规模自然灾害，不是那鬼婴抓出来的瘀伤，倒像是一个烙印。你最近小心些，如果有什么麻烦的话，可以打电话给我。谢谢你。没事，应该只是一个寻常的电话而已。喂，周正，报告情况。周正死了。死了？怎么死的？生孩子生死的。生孩子？对，是剖腹产，还没来不及开刀，小孩就自己迫不及待地撕开肚皮爬出来了。我亲眼看见的。不过那孩子不太乖，可能是怪我没有接生，一出生就追着我咬了一口，差点被他给吃了。胡说八道！你到底是谁？我都说了，周正已经死了，听不懂吗？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是不是一位合格的接线员。我拒绝和你聊天，找一个经验丰富的人过来接电话。不生气，不生气。和一线人员的出生入死相比，我这点气算什么？这位先生，麻烦你配合我们调查。呵呵。先生，还请你配合。呵呵。先生，如果你因为身处于公众场合不方便说的话，我可以给你5分钟的时间处理一下，找个安静的地方，如实禀告周正的事情。呵呵。先生，既然你不方便说，那麻烦告诉我你的姓名，回头我们会派相关人员前去取证。是不是想调查我？我也不怕告诉你，老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姓张名伟，有胆子就来，不来的是龟儿子。好，你给老娘等着。刘小雨，注意控制好你的情绪，现在是特殊时刻，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来。队长，可是这个家伙明明知道情况，却怎么也不肯说。特殊事件面前，大部分人的精神都会出问题，你要体谅、容忍，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接线员都是女性的原因。如果你无法胜任这份工作的话，你可以选择辞职。是，队长。回头自我检讨，下不为例。这个人我来跟，你在一旁学习。喂，你好，我是刘小雨的队长，我叫赵建国。刚才刘小雨的事情，我向你表达歉意，他办事不够成熟，我已经批评他了，但还希望这位先生在重大事情面前能够坚定立场，配合我们进行相关调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刚才的对话。队长吗？周正的事情我可以全部告诉你，但相应的，我想知道一些该知道的事。刚才那个刘小雨级别太低，这才是我不想和他对话的原因。可以，有些事情我可以告诉你，现在还请将周正的情况大致说一遍。之前已经说了，周正死了，死因厉鬼复苏。遇鬼者死于厉鬼复苏，肯定是动用了厉鬼的力量。能说一说当时的情况吗？可以。准备建立新的厉鬼大案。
这天晚上，我变成了父亲的猎物。半夜12点，他来到了我的房间，我这才意识到，他对我不是爱，是对猎物的渴望。爸，有事吗？你在和谁说话？我在和我爸说话。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下次再聊。你爸？你哪来的爸？你爸在你小学5年级的时候就出车祸去世了。你胡说什么？我爸就坐在我旁边看报纸呢。怎么回事？到底是我受到了什么东西的影响，记忆出了问题，还是说眼前的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杨坚，你那里肯定有问题，快离开你的住处！该死，是鬼！这只鬼什么时候混进家里来的？我的记忆又是什么时候被篡改的？还是说这几年来我都一直和这只鬼生活在一起？既然你想玩，那我就陪你玩玩。你是鬼，可我也不是人。果然是我出了问题。刚才那只鬼能改变一个人的记忆，强行将一个不存在的人插入我的脑海里，而我却丝毫没有觉得异常。就算是我有这只眼睛，也发现不了端倪。这是刚才那张报纸的残片。喂，杨坚，你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你说的没错，我父亲的确是在我小学的时候出车祸死了。刚才屋子里的那个东西不是人，是鬼。你没事就好，能和我说说那只鬼的大概情况吗？那只鬼能篡改人的记忆，行动规律不清楚，杀人方式不清楚，但我之前被一张染血的报纸裹住了脸，差点要窒息而死，暂时知道的就这么多。好的。我爸既然是一只鬼，那么我妈呢？她在哪？我可以替你查一查。好，那就先这样。难道这红纸能够压制眼睛的力量，减缓眼睛复苏的程度？果然，虽然并不完全，但的确能减缓这只眼睛复苏的程度。只有鬼才能对付鬼，如果身体里的眼睛算是一只鬼的话，那红色报纸也是一只鬼，两只鬼的力量相处碰撞，彼此都得到了克制。或许这才是活下去的关键。不对，如果说这个猜测是正确的话，那之前被那鬼鹰咬了一口，为什么眼睛没有得到压制，反而因为刺激复苏的更快了？红色的报纸，鬼鹰，这两者到底是有什么差别？思索了一番，杨坚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留到以后再去想。既然那红色的报纸能够压制自己身体内的6只眼睛，那么就必须冒险取回来，因为那是自己活下去的机会。必须再回家一趟。兄弟，见面就是缘分，和你商量个事怎么样？什么事？我今天手头有点紧，能不能借点钱花花？借？我看你们是想抢吧，你们最好离我远点，我怕控制不住自己。小子，你还挺狂啊！阿飞问你借钱那是给你面子，你别不识抬举。那既然我们是朋友，替我测试一下鬼域，应该也没有关系吧？鬼啊！6只眼睛我能使出鬼域，但眼下被红纸贴住一只，5只眼睛同样能使出鬼域，厉鬼复苏的情况反而被制止了。如果得到那张红色报纸贴住6只眼睛，是不是代表着我就能无副作用使用厉鬼的力量，再也不用担心厉鬼复苏了？不过在那之前，我先要掌握这个鬼域。原来在这鬼域里，眼前的一切都可以改变，所有的一切既是假的，也是真的，同时能隔绝外界的一切。那如果将鬼域缩小，只笼罩自身的话，我是不是等于虚实一般的存在？打扰了，你们继续。鬼啊！只能维持5分钟就到极限了吗？兄弟，我现在手头有点紧，不介意借点钱来用用吧？给你，全给你，你不要找我，回头我给你烧香，你找别人去吧。算我借你的，下回还你。不用还，大哥，我送你了。不玩了，正事要紧。走了吗？必须找到那只鬼。王珊珊眼神中带着恐惧和一丝癫狂，她拿着清洗厕所地面的毛刷，对着镜子疯狂地刷洗着脖子上的手印。少女娇嫩的肌肤因为过度用力的刷洗变得通红，按理说正常人根本无法忍受这种疼痛，但王珊珊仿佛没有感觉一样，反而加大了刷洗的力度，眼中透露出的神色反而越发的惊恐了。很快，脖子旁边的一块皮肤裂开，冒出了猩红的鲜血，
然而不管他怎么刷洗，在那染血的皮肤上，2只青黑色的小手印记依然清晰可见，仿佛已经和周围的血肉长成了一块，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胎记，根本就没办法洗刷掉。珊珊已经在里面写了2个多小时了，不会生了什么病了吧？昨天早上回来后就有些不对劲。我昨天去过学校，已经被封锁了，据说有很多人昨天失踪了。学校里一定发生了什么。珊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东西来了，他来了，他来找我了。那只鬼不来了吗？杨坚这2天一直在家等着那个拿报纸的鬼，一刻也不敢闭眼。可那只鬼离开后再也没出现过。喂，我是王珊珊的爸爸，你现在方便吗？我想跟你打听件事。是王叔叔啊，你有什么事？你知道珊珊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王珊珊没跟你说学校闹鬼的事吗？学校闹鬼？你们高中生还信这个？以前我也不信，现在信了。王珊珊怎么了？是不是又撞鬼了？她只是神经有些衰弱，被吓到了，一直觉得有什么东西跟着她，说你可以帮她。有东西跟着她？是不是一个婴儿？婴儿？王斌不由得想起了浴室墙壁上那一个个手掌印，可不就是婴儿的手掌印吗？你认为我家里闹鬼？看来王珊珊那边的确是遇到鬼了，很可能就是学校里逃出来的那只鬼婴。只是鬼婴的恐怖程度虽然不及敲门老人，但王珊珊一个普通人是怎么活下来的？喂，听得见吗？王珊珊的事情我可以解决，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收你50万。50万？你是想钱想疯了吧？还有脸说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王叔叔，你用不着生气，先聊到这吧。你考虑考虑，但最好快点。晚了不是王珊珊死了，就是我死了，到时候再想找人帮忙，可就不是花这点钱能解决的事情了。在死前得赚够老妈养老的钱，手段卑劣一点都无所谓。可惜国内没有悬赏灵异事件，要不然冒险拼一下，赚个几百万上千万美金，什么都来了。不能死守在这里了，如果他不打算回来的话，守在这也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得做2手打算了。驱邪100万，要不去试试？看着的确是像出了什么事，不知道是不是灵异事件。杨坚进入商场，便隐约闻到空气里有一股臭味飘来，这臭味很淡，若有若无，但他却印象深刻，因为他几天前在学校里闻到过。这是尸体腐烂后散发出来的尸臭。而随着他的深入，周围的环境也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压抑。伴随着清脆的脚步声，一道消瘦的身影从远处的黑暗中慢慢地走了出来。抱歉，商场停业整顿，你要买东西的话，可以去前面那个小超市。你这么盯着我做什么？你们老板在吗？我找你们老板有事。老板出差去了，过2天才会回来。你不会是来闹事的吧？不是，我是来应聘的。应聘？你不知道这商场发生过人口失踪案吗？还敢来应聘？这么高的月薪，为什么不敢来？只是失踪而已，又不是闹鬼。那跟我来吧，我带你去丽姐那里，她负责员工招聘。商场过段时间开业，正好缺人，你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上班？今天就可以。试用期是3天。岗位的话有什么要求？我们这里前台、采购、收银、保安都缺人。我没什么工作经验，还是应聘保安吧。对了，我在外面看到有人贴宣传单，上面说老板请什么大师来这里驱邪做法事，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是有这么一回事，不过和你们没有关系。
你们忙好自己的事就行了。这商场果然10分得有12分的不对劲。商场内散发的气息，以及丽姐刚刚有意的避开话题的态度，让杨坚觉得这个商场的确是存在着什么问题，而且大概率是跟灵异事件有关。这2天忙什么呢？我好无聊啊，晚上去你家坐坐。最好别去我家，我爸可能在那边。以前不是听你说你爸去世了吗？我靠，原来你家闹鬼呢？怎么找我有事？没事，就是这2天在家闷得慌。对了，你在哪工作呢？我去找你。最好不要，这地方可能也闹鬼。你就不能找一个正常点的地方工作吗？最近王珊珊有点不正常，老说有东西跟着她，可能被那只学校里的鬼婴盯上了，你自己也小心一点。兄弟，别说了，要不你来我家吧，大不了我养你。这世界怎么了？怎么到处都是那玩意？那不行，我还有事要做。好了，就这样，总之你小心一点吧。按照规定，我们一天要巡逻整个商场5次，上午、中午、下午各1次，晚上2次。整个商场就我们2个保安吗？对呀，就我们2个，本来还有1个，不过失踪了，之后就一直招不到人，就由我顶班了。失踪了？这商场失踪案件这么频繁，你怎么不辞职？我是外地的，刚毕业能找一份包吃包住、工资还行的工作不容易，就先做着吧。看你读高3了吧？你不上学吗？马上都要高考了。休学在家，估计不会参加高考了。我一般是从第5层往下巡逻，在停车场转弯1圈之后，任务就完成了。你在这里工作这么久，就没有觉得这个商场有什么不对劲吗？不对劲？没什么不对劲啦。比如说，你在商场里有没有闻到一股奇怪的臭味？偶尔闻到过，应该是冰柜里的一些冷冻食品坏掉了吧？营业之前肯定会清理掉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商场有没有可能是在闹鬼？闹鬼？你怎么也信这个？真闹鬼的话，我巡逻了这么多天，怎么1次都没有碰到？如果不是闹鬼，那失踪的人怎么解释？人在商场失踪，商场就这么大，能藏到哪？也不一定是在商场失踪的，也许是有人绑架、抢劫之类的。不过商场歇业之后，失踪的案件确实很少发生吧？等等，怎么了？你不是说整个商场就我们2个人巡逻吗？那是什么？黑暗中，一道人影远远地矗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好似一个木头人一样。一个假模特而已，大惊小怪的。黑漆漆的商铺里面摆放着10几个人体模特，他们都缺胳膊少腿，没有一具是完美的，摆放的也相当凌乱，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来打理了。没事了，走吧，去下1层巡逻。那个假模特怎么会摆在路中间？你之前巡逻的时候没看到吗？中午巡逻的时候没有看到，也许是丽姐他们拿模特试衣服吧，也不是第1次了。是这样吗？错觉吗？感觉楼上的尸臭味更重了。就在2人离开后，之前的商铺门口，黑暗之中，一具假模特又立在了那里，一动不动，脑袋却朝向了杨坚和刘强消失的方向。珊珊的状态越来越不好了，你说明天要不要带珊珊去精神科看看？也只能这样了。那个杨坚太过分了，张口就要50万，以后少让珊珊和他联系。我第1次见他的时候就觉得他不是好人，上次送珊珊回来的时候，给他200块都要，一点尊严骨气都没有。老公，刚才你有没有看见，好像有一个小孩跑进了珊珊的房间里？别乱胡说，自己吓自己。王斌此时心底也泛起了一股寒气，他好像也看见了一个小孩跑进了珊珊的房间。
可他不明白的是，这是16楼，而且家里的大门都是关上的，那个小孩是怎么跑进来的？珊珊，珊珊，你怎么了？走，离开这里。喂，王叔叔，考虑好了？你现在在哪？我去找你。福人商场。老公，怎么了？门打不开，是不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看看。喂，王叔叔，没什么事我就挂了。不要挂掉电话。那个小孩就在我家门外，你能不能过来救救我们？钱什么的都好商量。我尽量赶过去，你那边小心一点，千万别被那玩意碰到。司机师傅，麻烦再开快一点。我这已经很快了，再快你就只能坐飞机了。以现在的速度，估计赶过去就只能给王珊珊一家3口收尸了。3条人命，还有50万啊！动用鬼域可以短时间赶到王珊珊家，但代价是浪费一次使用厉鬼力量的机会。也不知道这红纸还能压制体内的厉鬼多久。司机大哥，不介意让我来开车吧？你来开。我靠，你是怎么坐过来的？随着鬼域展开，出租车附近的区域也随之扭曲。此时的出租车便是一辆穿梭于2界的鬼车，而杨坚便是车里的鬼。妈，快刹车，要撞上了！前面是一辆跑车，撞到赔不起的，快打方向盘！不用爬，我们直接穿过去。希望人还没死，不然就只能收尸了。他来了，他来了！爸妈，你们快走，他是来找我的，你们快走！你说什么傻话呢？妈妈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老公，外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大不了我们和他拼了。不要，鬼是杀不死的，找杨坚，只有杨坚有办法，只有他能救我们。我已经打电话给杨坚了，他应该正在赶过来。放心吧，会没事的。他来了，他来了！爸妈，你们快走，他是来找我的。我已经打电话给杨坚了，他应该正在赶过来。放心吧，会没事的。妈的，给我去死！珊珊，珊珊，打电话也没人接，还以为你们都死了。杨坚。听到杨坚的声音，王珊珊眼中的恐惧一下子变成了惊喜，仿佛这一刻杨坚成了她的救世主。你就是杨坚？不对，你是怎么进来的？要是连门都进不来，我怎么敢收你50万？这玩意在学校的时候还只是在地上爬，现在都能自己跑了。难道鬼也会成长吗？
看来人皮纸说的没错，周正肚子里面的这个东西很不寻常，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什么级别的厉鬼。周正，你可真是放出了一只了不得的东西，希望别超过6只眼睛的极限，不然我也只能跑了。杨坚并没有开玩笑，之前他4只眼睛能击退鬼婴，但现在这东西已经不能算是鬼婴了，应该算是鬼童，恐怖程度肯定也有所增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理智，听不听得懂人话，但我想说的是，今天这家人我保了，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就此罢手？这是鬼月，这鬼婴真邪门，这才多久就成长到了这种程度？稳妥点还是先送走这只鬼婴。鬼是杀不死的，趁现在先带王珊珊一家离开这里。那只鬼婴为什么只纠缠王珊珊呢？或许问题就出在这双手印上。迟疑片刻后，杨坚将这些消息告诉了他的接线员刘小雨。你是说，周正肚子里跑出来的那只鬼婴在成长，现在已经是小孩了，而且还可以使用鬼域？是的，那只鬼婴在我同学脖子上留了2个手掌印，似乎是盯上他了，一门心思想要吃掉他。你那边有没有类似的案件？有什么破解的方法没有？鬼杀人一般都有硬性的触发条件和杀人规律，就跟普通人的杀人动机和作案手法一般。这只鬼婴的杀人方式应该是吃，而触发的条件应该是触碰。触碰？我之前并没有接触过鬼婴，鬼婴还不是一样袭击我？大部分的鬼都会无差别杀人，在条件没有触发的情况之下，会随机袭击周围的人。而那2个鬼手印，我认为那可能是鬼奴印。鬼奴印？那是什么东西？和鬼奴有什么区别？能使用鬼域的鬼都具备一种能力，那就是将死去的人变成鬼奴。鬼奴是一种另类的鬼，他们没有理智，却会无条件服从鬼主，而鬼奴印就是厉鬼的独有标记。你那个同学虽然没死，但已经算是那只鬼婴的鬼奴了，他一死就会被控制。有没有办法消除那个印记？有一个或许可行的方案，但没有人试过。为什么？要求太高，而且本质上并没有解决问题。什么要求？最基本的要求是遇鬼者能使用鬼域。曾经有位教授推断，如果鬼能拥有鬼奴的话，那么遇鬼者应该也可以用遇鬼者的鬼奴印顶掉厉鬼的鬼奴印，从而让人摆脱厉鬼的追杀。大胆的猜想。可是遇鬼者都是短命人，这样一来，不就从一个火坑跳进了另外一个火坑吗？还不是一样要死？行，我知道了，谢谢。你们也听到了，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王珊珊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我的建议是，2位最好还是再生一个吧。你怎么能这样说？不是有办法弄掉这个印记吗？换上另外一个印记，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的，也只是拖延一点时间而已。王叔叔，你说呢？如果不抹掉那个印记，珊珊还能活多久？恐怕1天也活不过去。那只鬼很快就会跟着印记找过来。那如果我同意珊珊打上另外一个印记呢？和遇鬼者同生共死，情况好的话应该能活几个月，但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我也不确定。就算是毒药，现在也得吃下去，哪怕只有一丝机会也不能放弃。杨坚，求你帮帮珊珊，钱我会出的，多少你开个价。这不是灵异事件，不用和厉鬼交手，我就免费帮你们了。但是之后王珊珊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我无法保证。谢谢你，这样就够了。既然如此，我们就开始吧。那只鬼婴应该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鬼奴印，这是什么时候有的？在学校的时候被你抓了一下就有了。难怪王珊珊被鬼婴纠缠这么几天都没有死。杨坚抓起王珊珊的手掌，一只散发着淡淡红光的眼睛开始侵入了王珊珊的手腕之中。
而随着鬼眼力量的侵入，少女细嫩脖子上原本清晰可见的乌青小手印开始渐渐的变淡。这种感觉就像是把一只眼睛转移到了她的身体里，确切地说，是把一部分厉鬼的力量留在了王珊珊的身上。约莫片刻后，王珊珊脖子上的乌青手印彻底消失了，而她的手腕上多了一个红色的眼睛刺青，格外的醒目，隐约还散发着淡淡的红光。不见了，真的不见了，那手掌印消失了。珊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事？我感觉很好，但也有些奇怪，却又说不上来。总之比之前好多了。杨坚，谢谢你。能驾驭鬼域的人才有资格拥有鬼奴，只是不知道活人的鬼奴和厉鬼的鬼奴有什么区别。王珊珊肯定不会如正常人一样，只是这变化只能等以后观察了。而在距离杨坚他们不远处的一条街道上，一个以诡异的速度在地上奔跑的小孩突然停了下来，好似突然失去了目标一样。我靠，刚才那是什么东西？难道是我眼花了？看来最近身体有点虚，得自律了。吓我一跳，这谁家的小孩怎么看着精神有点不正常？算了算了，赶紧走。随着印记的消失，鬼婴失去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如果没有首选目标的话，他将在这条路上随机选择路人，开始无差别杀人。恐怖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一个人而已。当灵异开始复苏，厉鬼再次出现，救命！众生遭受苦难，谁来救救我？世人呼喊你名字的那一刻起，飞哥，队长，你将显化于世。我叫杨坚，驱鬼除恶，救人扬善。不，你叫杨坚。张涵，这里怎么了？是小区遭贼了吗？不清楚，我也是刚来没多久，情况有些古怪，你过来看看。血迹还没有彻底干透，应该是昨天晚上3、4点的时候留下来的，而且是尸臭味。活人的血是不可能发臭的。不，血液没有发臭，是这东西发出来的。也不知道谁家的熊孩子，大晚上的3、4点到处乱跑，还有这尸臭味，你不觉得很古怪吗？一点都不古怪，这明显就是鬼童的脚丫子。这鬼孩子晚上活动的很频繁了，看这样子又不知道袭击了什么人。张涵，小区里有人受伤吗？没有人受伤。小区内没人受伤，那么受伤的就是外来的人。你去查下监控，看看入侵者是谁。好。入侵小区的人查出来了，这人叫做郭涛，确实有些古怪。半年前神秘失踪，却在他父母报案后的第10天又神秘出现了，还自己去销了案。不过他的口供很奇怪，说是那段时间是去送信了。送信？很奇怪，对不对？另外，张华那边也查到了郭涛最近半年来的行踪。半年前，郭涛毫无征兆地辞了职，然后开始无规律地出现在了国内各处地方，甚至去了国外几趟。他现在人在哪？失踪了。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大汉市，而且通过他的行程分析，这个郭涛每次外出后都会返回大汉市，但他家并不住那，而这一切的变化也是从半年前开始的。另外还有件事，你一定很熟悉。什么事？鬼敲门事件最开始发生的地方也是在半年前的大汉市，你翻到最后一页看看。杨坚看着最后一页的档案，那是一份大汉市某家医院开出来的死亡证明，而死亡证明上的照片是一具身穿长衫、浑身长满尸斑的老人尸体。敲门鬼？没错，我之前看到这份资料的时候也很震惊，我感觉这2件事之间的牵扯很大。你觉得那个郭涛的离奇经历和鬼敲门事件的源头有一定的联系？直觉告诉我错不了，大汉市一定有问题，那里的负责人
已经半年没有上报过灵异事件了。除此之外，大汉市失踪人口的案子却一直在增加，有些人和郭涛一样回来了，有些人却再也没出现过。另外，郭涛这半年来所到的每一个地方都发生过灵异事件。如果张涵的推断正确的话，这不断出现的灵异事件很可能是有人在暗中推动，而且这件事还牵连到了那个敲门鬼。杨坚以前也调查过，敲门鬼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鬼，而是一位从民国时期活到现在的遇鬼者。厉鬼复苏形成了鬼敲门这样可怕的灵异事件。一切的谜题都在那个老人身上，那个郭涛出现在大昌市也绝对不会是偶然。杨坚，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这件事我还没有上报给总部。我打算去趟大汉市，去这一切的源头看看，或许一切的答案就在那里。好的，我知道了。那个动不动就喜欢打架野事的鬼野杨坚要来大汉市了。那个解决了爱死机灵异事件的猛人，他来大汉市做什么？多半和那件事情有关。你去安排一下，不要得罪那个家伙，他不会无缘无故跑到我这里来，我心里总有点不安。好的，我去安排。队长，大汉市的情况我昨天晚上查了，至今为止都没有一件灵异事件发生，是一座很安全的城市。按道理说，这样的一座城市是不太可能有情况了。如果有情况的话，总部那边应该早就有答案了。就因为太正常，所以才古怪。一座大城市，人流这么大，一件灵异事件都没有发生的可能性太低了，所以我才要来调查。也许是巧合，幸存者偏差。不要问那么多，我可不管是不是巧合，去看了自然就清楚了。这些灵异事件背后隐藏的幕后黑手到底想要做什么？一个民国时期活下来的遇鬼者，从6、7层的楼层上意外坠亡，无头诡异，和那具游荡在酒店内的高大尸体是一体的。鬼话和鬼术之间隐隐有着联系，鬼官和郭凡手中的灵位也有很大的牵连。还有那辆灵异公交车，以前撞死过我父亲，而总部的秦朗以前开过。那栋民国古宅的主人，他的去向也是个谜。还有很多灵异之物，也都是民国时期的风格。这些线索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孙总，杨队来了。你好，杨队，我叫孙瑞，是大汉市的负责人，欢迎来到大汉市。你好，我这次来只是调查一些事情，希望孙总这边能够配合。杨队客气了，大家都是同事，杨队能来大汉市，我这个负责人自然是要一尽地主之谊，好好招待一下杨队。外界或许有什么人对我造谣，其实我这个人还是很好相处的。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警告我吗？还是说这里有什么人得罪他了？这个杨坚是专程来杀人的，连你杨这个堵门的家伙都带来了。这个当然，杨队的人品我还是信得过的。办事没有比杨队更加可靠的人了。杨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请杨队去个好地方坐坐。不了，如果可以的话，带我到室内逛一逛就行了。那行，我这边车已经备好了，杨队这边请。你的腿有问题吗？没什么问题，就是水了。怎么杨队很在意这个吗？也没有，只是想起了一个瘸腿的故人。那他人呢？死了。是了。但我可不是瘸子，我只是腿脚不太灵活，平时不愿意走路而已，所以才带了一根拐杖。杨队可千万不要误会。说着，孙瑞便扔掉拐杖，走路也正常了起来。杨坚可以观察到，他的一条腿的确不太灵活，抬起来有点吃力，并不是真的瘸了。你这条腿没用的话，我可以给你卸下来，换一条好用点的上去。如果你能找到备用的话。杨队说话还真是幽默，不过还是多谢杨队的一番好心。我这条腿只是不太灵活而已，暂时还没有换条腿的想法。这杨坚该不会是看上我这条腿了吧？想要弄下来带走。车辆行驶在繁华的街道上，
看着路上穿梭的人群以及车流，杨坚陷入了沉思。这座城市的繁华程度的确远远超过大昌市，不过也是一座从未遭遇过灵异事件的城市，估计很多人也发现了这点，所以才搬进来这座城的。你这地方比我负责的大昌市好多了。运气，纯属运气。没想到工作这么久，居然一件糟糕事情都没有发生。和我同一时期的冯传就比较倒霉了。听说他负责大昌市没多久就失踪了，后来听说他又活着回来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他很好，过不了多久会回到大昌市，加入我的队伍。真的吗？那感情好。冯传可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老手，如果他能加入杨队麾下的话，想必对杨队也是很强的助力。毕竟他可是鬼巫，冯传是拥有鬼域的御鬼者。通过短暂的交流，孙瑞可以确定杨坚不是冲着自己来的，这让他整个人轻松不少。他有自知之明，真和杨坚发生冲突的话，自己是斗不过这个鬼养的。朋友圈的一干人都被杨坚一个人杀光了，连身为队长的江尚白都死了。这种事情任谁听了都会觉得不安。这个杨坚突然跑来大汉市，到底想要做什么？看着也不像是来找事或者杀人的。不过不是说他和朋友圈才打了一架吗？怎么状态还这么好，一点厉鬼复苏的迹象都没有，至少活个1年以上不成问题。换做其他人的话，估计早就死了才对，真是不可思议。孙瑞观察的同时，也不禁暗暗有些心惊。毕竟御鬼者使用厉鬼能力是有非常大的风险的，打架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或许你能赢，但你绝对不会赢，因为你身体里的鬼会随时要了你的命。所以大多数的御鬼者都是尽量避开有敌意的人，免得起冲突。有些事情，孙总是不是也应该说说？不知道杨队想要我说什么？大汉市真有这么平静吗？这半年来什么灵异事件都没有发生过，希望我们之间可以坦诚一点，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孙瑞目光微动，他明白杨坚的意思，不拖泥带水，也不想虚伪仪，只是他摸不透杨坚此行目的和态度，有点拿不定主意，所以一开始只能去主动示好。这半年来的确是有一些古怪的事情发生，我之前也没能调查出原因，所幸事情不严重，也就这样放着了。你说的古怪事情是指什么？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其实就是人口失踪。这座城市几乎每天都会失踪9个人。每天失踪9个人？不错，一天失踪9个人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天天如此的话，那就很可怕了。你有查到些什么吗？没有，失踪的人并没有死。我问过一些家属，他们还有联系，所以这案子无法定义他们是失踪还是暂时出差了。然而最近报案的人越来越多，一些相同点也逐渐浮现了出来：失踪、有联系、再次失踪、彻底消失不见，连尸体、出行记录都找不到，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可我调查了这座城市所有可疑的地方，却始终没发现哪里有问题。杨队，你让我查的地方找到了，地址是大汉市建设路869号。或许我们应该去这里看看。这里就是敲门鬼复苏的地方吧？杨队，这栋烂尾楼我以前也调查过几次，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事情。和敲门鬼身上老旧木板记录的坐标一致。这栋楼一共建了4层，如果把最顶上的那层平台算上的话，应该就是5层了。半年前，那个雷电法王发帖说的老人，正好从5楼坠亡的。这栋烂尾楼就是5层楼，坐标是对的，烂尾楼的层数也是对的。也就是说，鬼敲门事件的最初发生地点就是大汉市，只是那个时候鬼才刚刚复苏，杀了雷电法王后，就前往大昌市，找到了遭受敲门声诅咒的我。所以，那个疑似民国时期活下来的御鬼者，真的是从这栋楼的顶层掉下去摔死的吗？杨坚将所有的细节和线索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轮廓，人物、事件、地点，一切都对上了。但他还是很难相信，一个民国时期活下来的御鬼者会因为坠楼摔死。不相干的人员全部撤离，四周全部警戒起来，任何人都不准进出。杨队，有这么严重吗？敲门鬼不是真正的鬼，
他是一位遇鬼者，死后厉鬼复苏，才形成了鬼敲门事件。而我追查到的线索显示，敲门鬼就是从这栋楼上坠亡的。是不是觉得很搞笑？刚复苏就被定为 A 级灵异事件，拥有鬼域的遇鬼者居然会坠楼身亡。你说的是真的？这怎么可能？如果那人是遇鬼者的话，总部为什么没有备案？敲门鬼的档案可是你建的，之前完全没有类似的消息。那如果他的历史比总部更久呢？你是说敲门鬼是一位民国时期活到现在的遇鬼者？这怎么可能？正常的遇鬼者能活个几年，已经算是很厉害了，更别说活了个几十年了。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灵异事件将追溯到100年前了。想到这里，孙瑞不禁有一种冷汗直冒的感觉。这背后代表着什么？他心中非常清楚，还不敢肯定，需要调查。但不管如何，这件事比你想象中的要严重。而且我觉得，失踪的人就和这栋烂尾楼有关。隔离这片地方是最稳妥的做法。一旦真的出现什么问题，这附近绝不可能安全。按照杨队说的去做，24小时监控这里，没有我和杨队的命令，不准任何人靠近这里。是。李阳，今天先去酒店休息，等孙瑞这边忙完了再行动，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好的，杨队。身份证给我。李阳有些疑惑地将身份证递给了杨坚，杨坚将自己的身份证还有李阳的身份证分别压在了一件鬼瓷器的下面。完成这种动作的时候，整个房间里的灯光都闪烁了一下，李阳则感觉到了一股莫名的阴冷气息笼罩在自己的身上。这是我从岛国弄来的灵异之物，叫鬼瓷器，利用个人手中比较常用的东西作为媒介，可以让鬼瓷器保护自身，直到这瓷器破碎为止。功效虽然不如鬼烛，但却比鬼烛方便。多谢杨队。没事，毕竟是敲门鬼复苏的地方，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我也说不准，只能尽可能的做好准备。就在杨坚准备的差不多了的时候，房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杨队，我们孙总请2位到楼下一叙。看来孙瑞那边的事情忙完了，走吧，该行动了。派人封锁这个房间，任何人都不准进去。好的，杨队。让杨队久等了，遇到一点阻力，耽误了点事，十分抱歉。时间不早了，行动吧。就等杨队带队了。许久没有遭遇灵异事件，难免有些紧张。杨坚3人走进阴暗潮湿的楼内，一股腐朽的霉味随着空气弥漫而来。3人的脚步声回荡在空荡荡的楼层里，显得有种说不出来的压抑。杨队，这里一扇门都没有，我的作用在这里很小。门会有的，你不需要担心，听我的命令就行。杨坚走在前面，昏暗的环境之中，鬼眼窥视着周围的一切，任何角落里都逃不过他的观察。杨队，这里的一切都很正常，对不对？这地方的资料我查过，除了建楼的时候摔死过几个工人外，没什么古怪的事情发生。另外，在行动之前，我已经派人进来查探过了。普通人如果能找到问题的话，还要我们这类人做什么？看看这是什么东西？金戒指。为什么戒指会出现在墙壁？难道是建筑工人不小心遗漏的？还需要我找出更多东西来吗？黄金不会受到灵异力量的影响，失踪的只是人，他们身上的金首饰不可能失踪，所以被留下来了这里。那些失踪的人到过这里，所以说这栋烂尾楼里一定有鬼。李阳脸色骤变，仿佛已经能够想象一只厉鬼徘徊在这栋烂尾楼里的情景了。错了，鬼并不在这栋烂尾楼内，只是这栋烂尾楼恰巧建在了一个不该建的地方而已。为什么这样说？以前我就有过猜想，鬼可能是从某个鬼域中渗透进入现实世界的，而不是凭空出现。那么假如一个地方的鬼域能够一直维持下去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与现实相互重叠，却又不会相互影响？就好比有2盏灯，
同时照射一个地方，两束光可以相互重叠，但并不会相互影响。你是说这栋楼和某个鬼域有了交集？不错，鬼域不会影响现实，但鬼域内的厉鬼却可以。这应该就是这栋烂尾楼一直出现事故，无法顺利完工的原因。杨队，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鬼域可以隔绝与现实的影响不佳，但如果有人也拥有鬼域的话，就可以凭借着灵异力量进行反入侵。现在我就让你们看看这栋烂尾楼真正的样子。大楼不见了，还不够，第4层鬼域叠加。这是一栋民国时期的建筑，杨坚的猜测是正确的。这烂尾楼建不起来的原因，果然是和一处诡异基地有了重合。4层鬼域都入侵不了这栋建筑吗？5层鬼域才有可能反入侵进去，简直就和鬼关一个级别。这地方如果有鬼的话，一定是非常危险的那种。孙瑞、李阳，你们做好准备，我要加深鬼域入侵到那栋建筑里，那里面绝对有鬼，我能感觉到。看，不是吧？这要进去，杨队不再考虑那种老旧而又诡异的建筑，进去真能活着出来吗？第5层鬼域开启。瞬间，红色的世界和那笼罩在迷雾之中的民国建筑碰撞在了一起，属于阳间的鬼域直接撕开了迷雾，眼前的一切方才彻底地呈现在了3人眼前。这是一栋5、6层高的民国风大楼，而大门的正上方挂着一个牌匾，写着鬼邮局3个字。走吧，让我们看看这邮局内到底有什么。这就是鬼邮局吗？感觉鬼眼在这里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压制，4层鬼域以下使不出来，只有5层鬼域才能无视这种压制。难以置信，真的进来了。这栋楼内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古怪感觉，感觉就像是一个牢笼，封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又像是一副沉闷的棺材，把人关在这里无法出去。等下如果有意外的话，你们立刻转身离开这里，不用理会我。随后3人便继续往前走了一小段路，看见了一个类似于回字形的天井，略微抬头往上看去，这栋楼足足有5层，每一层的结构都基本类似的，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楼上的回字走廊以及那一间间房门。1层有7间房，5层加起来的话就是35间房，那辆灵异公交车就是36个座位，不，严格来说那辆车也是35个座位，多出来的1个座位是司机的位置，巧合还是说有着某种更深层次的联系？另外，这些房门样式还有门牌号的款式都和凯撒酒店里的那些房间类似，不过也只是样式差不多而已，应该是巧合的概率大一些，毕竟都是一个时期的产物。就1楼，却没有通往2楼的楼梯，很奇怪的布局，仿佛1楼和2楼之间是故意隔开的，不允许1楼的人前往2楼。可这样的话，楼上为什么又要存在房间呢？打开的房门是11号，也就是1楼的第1号房间。一个面颊消瘦、神情枯槁的男子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当他看到杨坚3人时，阴鸷的目光中透露出几分意外与冷意。新人，呵呵，又来了3个倒霉的蠢货。站住，不然我会亲手干掉你。你是在和我说话吗？呵呵，年纪不大，说话倒是够狠的。你在外面混哪的？听你的语气可不像是什么好人。可惜你在外面再怎么横，来到这里也得乖乖趴着。看来你的确知道这里的一些情况，这样很好，省去了我不少的麻烦。想动手？既然你不想活了，那我就大发慈悲送你一程，反正早晚都会死。这家伙连枪都不怕嘛，既然你找死，那就别怪我了。这么近的距离，应该必死无疑吧？小子，下辈子识相点。怎么可能？这可是你先动手的，
孙瑞，看住这个家伙，乖乖躺着别动，不然我可不敢保证这玩意会不会记进你的脑子里。婉欣，发生什么事情了？出来，站到那边去。你也不希望我动粗吧？按他们说的做，这些人不好惹。看来营队你猜测的没错，失踪的人全跑这里来了。只是这地方有这些普通人做什么？孙瑞很疑惑，鬼杀人从来都是不讲道理的。如果这里有鬼的话，按理说他们应该早就死了才对。可看他们的样子，来这里似乎也有段时间了，不然也不会觉得自己三人是个新人。信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就是这鬼邮局里面的信使。我调查过一个叫郭涛的人，也疑似是信使。这类人一直在全国各地活动着，虽然数量不多，但已经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我怀疑他们做的事情和灵异事件有牵扯。所以杨队你追查到了这里，找到了这鬼邮局。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还不足以让我来到这里。我有我的理由。你觉得靠这玩意就能干掉我吗？说出你知道的一切，我可以考虑这次放过你。你真的会放过我吗？这取决于你自己。当然，我这个人一向守信用。杨队的确很讲信用，你碰到他算你走运。如果刚才是我的话，你这会儿脑袋已经被我敲碎了。你们想知道什么？但凡我知道的，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隐瞒。